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全智化智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前面的已经讲了18种这个暇满，同时也讲了无垢光尊者所在如意宝藏论里面所讲的这个原理是6种无暇就原理是5种无暇那么就是这个前行引导文呢，这次我们呢就讲的比较广，可以说从时间上面呢我觉得是讲的非常广，内容上呢，我也尽量的就增加一些自己所了解的，对自己的这个修行方面呢，有利益有帮助的，就一些教言就是一些教言，所以呢，就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呢，一定要把这个前行呢，就是放在重要的位置，要这个学习，同时呢，更重要的要实地修行就实地修行。今年我们要求呢，就是这个学习前行的这个尤其是共同家行部分呢，一定要就让这个升起一些定界。以前呢，在藏地也好，汉地也好，这个前行法呢，虽然有人这个学习，也有所这个传讲，但是呢，实地的真正的这个带这种实修就是带实修这样的这个引导方法呢，就是比较这个罕见的，所以我也这个考虑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就决定就花一定的时间，就要求我们在座的这个所有的出家人也好，这个在家人也好，大家呢就是一定要修行就是修行。如果光是从口头上呢说口头上呢就讲但实际上没有就是每一句就观测到自己的这个相续的话呢，的确是调伏烦恼是相当的困难。所以说呢我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呢再三的这个要求，就是大家呢就是有机缘的有这个世间的这些道友们呢，就是以闭关的方式来一定要这个修好，尤其是前面的人生难得殊命无常，轮回的这个过患和因果不虚这4家性，这4家性呢就是要搭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基础就这个基础呢大多数都是靠自己的，而不是非要我们用一种这个制度来约束，或者是用一个强迫的手段来让你必须这个修持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作用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就是要以这个自觉性来这个修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前行的基础就没有大好的话呢，表面上看修任何一个法就暂时可能是有所一些影响，有所这个成就，但是呢真正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或者是对今生来世的非常重大的这个问题上呢，你的相续就是跟这个4家性的法没有相适应的情况下呢，很难就是得到这个利益的就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毕竟就是学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个人而言的话呢，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一些这个修行人大成就者但是也可以说从佛教的，尤其是这个尼玛巴的教法方面的话呢，可算是一个这个了解过一些经论的人就了解过一些经论人，然后自己呢有时候呢也对这个观察过就是自己的这个心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经验和一种这个观察呢，就是最后发觉得到的确我们要
对这个谦信法呢，就是没有实地的真正的就是了解，同时呢，就是把每一个道理都是长期没有这个修好的话呢，就是这个修行是不能圆满的。就修行是不能这个成功的。你依止了多少个上师也好，看到什么样的法本呢，学了多少个宗派，结果的话呢，也等于是这个自己的相续当中出呢，就是种下一些这个善根的种子以外呢，真正是断除轮回之根的，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呢，的确是有这个因缘，有了这个因缘以后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放过就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心呢，就是在其他方面呢，就是暂时不专注也可以，只是专心致志的心呢，就是对这个人生难得和寿命这个无常方面。我们要求前一段时间呢，每一天的大概是20几堂课当中的话呢，都就讲了一些这个大圆满信息修习三处引导文里面的一些实修方法。然后这次呢，也再三的要求这个人生难得呢，就是还要这个继续观想，就是2、3个月。本来我们这次呢，就是不供这个加薪，就是这个科达图就是这些都在这个进行着。但是呢，现在这个科达图呢，就是也就是同时可以一些，就是这个是肯定可以的。最主要的呢，我们这个专门就给大家就是空出一些时间。今年和明年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呢，就是要求这个金刚降魔主和菩提学会的道友们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放在这个修行上就是同时呢，就是也不间断闻思，就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呢，就是人生就是很难得的时间呢，就是过得相当的这个快这2年当中呢，很多道友就应该在自己新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对这个人生难得呢，就是并不是口头上说的，也并不是呢就只是书面上了解而已。书面上很简单的这个前行的话呢，不要说我们这里很多的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些现在的这个小学3、4年级的人的话呢，你一看的是里面的内容大概都是应该这个清楚。我以前看过，在东北南一带的话呢，就有很多学佛的那些这个小学生他们都是大圆满前行的内容就随便就是可以讲出来，就是讲的也是非常好的，比我还好，就口头上讲的很好。但我相信他们修行肯定是不如我虽然修得很差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只是口头上说人生难得，把握下多少，就是他随便至少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可能在心里面没有意义的对照就这个具不具足，那个具不具足。如果不具足的话呢，看怎么办，想尽一切办法使它具足。如果具足了的话呢，就是那么这是暂时具足，还是我有生之年当中真正会这一条呢，就是跟我这个就是不离开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修行方面有经验的人的话呢，那就是他对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会有这个不同的一些观修方法。因此说呢，我们这个这次就是要求，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很多道友为这个僧众和为这个众生发心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每天早上的是这个起来就观修这个人生难得里面的这些道理就这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只要是你对真正的这个佛法升起定界的时候呢，你不会就是睡懒觉的，也不会呢就是忙于这个其他的事情。因为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心里面呢，就是对除了今世的一些贪着硕士以外呢，真正对这个来世和对人生难得呢，没有升起真正的这种信念没有这个升起。没有升起的原因呢，自己也是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然后呢就是不去学，即使学了也是表面上敷衍了事而已。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羞耻就是不值得一提的。我认识一些这个居士就是他们的经常我跟这个忙跟那个忙，就是天天的是用各种这个什么忙碌碌的这个借口来就把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呢就是推掉。学习佛法推掉的话呢，就是对他来讲是修行是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有时候呢真的看到就是本来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那么多的人当中，学佛的人也是很少。即使学佛呢，就是很多都是表面上的、表皮上的一种这个皈依和信实而已的。有些呢，就是虽然是闻思了，但是真正把里面的一些这个实在的内容
就是修行的人很少。有些人虽然修行，但是修行的呢就次第都搞乱了。就首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高攀一些这个大法啊，就是很多的大法。平时我们谈论的过程当中啊，你德国没有什么什么的观点，上师心地的观点德国没有，大维德的观点德国没有，然后把他是自己这个也可以说是心理的一种这个目标。就像实践人说的，你的心里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要获得一个大观念、精神成就，马上这个飞往这个清净刹土，就是今天到极乐世界去，就是然后到那里这个享受一切这个快乐，然后明天呢就是到洪水通山，就是然后每天都是飞来飞去，就非常这个就是快乐自在，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但你根本呢就是没有就是向导这个。真正的这个从基础开始修，而且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基础，实际上的话呢，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很根本的一种这个法案。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有一天呢给大家讲了一个香的金刚诀就完了以后的话呢，我看你们很多人的心情很不错的，就是当天的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金刚诀这个诀全部已经买完了，就是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这个蛇大仙的这个诀金刚诀又全部都卖完了，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放假，就是听说这个乌合策和北京的很多的这个牛头珠的金刚诀全部都已经请完了，所以你们这方面的是很单子，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出家人的是好像这个有些什么那个藏族是康巴汉子的这种这个藏道一样的是，就把这个很多大长的金刚觉得是就是这个撇在腰间，就是也有这样的。其实这些都是当然是这个金刚诀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不可思议。可是我看就你们有些人真的很可怜，什么是金刚诀？神奇次第圆满次第什么都是不知道，就是这是好像就是撇着道这一样的话，那就是好看，或者觉得是我用这个来可以降目，就是用这个凡是就是对我有这个制造威严的，那就是我可以就是穿破他的肚子，就是所以可能这样想的，就是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有太心痛，但是我没有这个遗憾的呢，就是我没有就是听说是你们很多人就是这次出去的时候带着这个大圆满前行这个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法本我还有时间的时候要翻一翻看一看，就是恐怕是没有。我如果让你们这个据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有多少人就是真正就是这次出去的时候带法本，所以你们这个心里面的程度的重视呢。就完全是不可的。你们学佛跟我们这个学佛呢，完全是不相同的。你们是这个立根者，就是从那个过就是往下来，而我们呢就是敦根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遇到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法门，然后呢就是从基础开始，从人生难得开始呢，心里面一点一滴的这个升起来，就这样升起来的话呢，现在20年的这个岁月过去了，但还在这个学院当中待得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前行的价值，否则的话呢。当时我们这个一起出家的很多人也是，有些人是非常这个喜欢那个高攀但后来的有些这个修行呢，就并没有这个非常这个成功所以说我想呢，这个希望我们的这个道友们的话呢，就是这次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吧。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虽然我不是这个修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亲自就是带你们，要求呢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安排的这个时间相当长，然后在这样的长的时间当中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把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这个释迦心呢，就是我很想就是打一个很稳固的这个基础，因为你们的人生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人的一辈子呢，就是有多少次修一个法，就是这个是不多的，就是也许你们这辈子呢，就是这样的这种大圆满的这种修行呢，就光修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来讲呢，就是带你们也是这样的，但我希望呢，就是在带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的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人生是真的是多么难得很多的心里面要有这样的自然的，不是什么这个假装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从心坎深处呢，真正升起一种这个人生是确实难得，就看到毛毛这个无垠的这种人类的时候的是绝对就是非常可怜。你看每一个人都是不学佛，人生那么难得，为什么不学佛？每个人的心里面就是产生这样，而且自己也是
会这个利用这个人生来就是不空耗，不这个不虚耗，而真正的这个精进修行呢，这就是我的一个这个目标，就是我的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凡夫非常低劣的人，没有要求呢，就是我们几百个人就是当下就是开悟啊，就是几百个人呢就是马上都是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我末法时代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已经过了的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就不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呢，真正是有一种这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基础的话呢，那你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在有生之年当中也是不会就是变来变去，就是推来推去的，不会这。然后呢，就是对来自的真正的这个生生死死的这种这个发愿呢，就是也是这个极其的殊胜。我们在汉地啊，就是很多有些寺院的这个和尚也好，有些这个居士啊，多年就是学佛的有些居士，跟他谈论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的是听不到就是对来世的一种关系呢。就这是精神的一些神通啊，或者是神变呐，或者是现在甚至有一些呢，就是一讲到一些政治上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名词的就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一讲到佛法，尤其是在这样一些因果和神圣的一些这个佛教的哲理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的时候就是不说话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呢真的是这个学习就是佛法呢。最终把这个佛法呢，就是融入自己的心，这一点是我想我们很多传承上师呢，也是这个说这个传下来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每天的讲的内容不一定很多的，但是这次所讲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希望你们对这个谦信的法。就因为我是中间就是随便发挥，就是里面可能有些是不通顺的，有些是此地不一定是非常这个连贯，但是呢这个华智仁波切的前行呢，就是具有相当殊胜的加持力每一个人都是应该经常就是带在这个身边就如菩萨行论呢是总体上对这个大乘的这种认识，发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方面。但是这个跟大圆满前行比较起来，我觉得是真正是对着烦恼真正是就是去除我执这些方面的话呢，大圆满有一种世俗的巧具就是尤其我们这个前行法呢，就是具有一种世俗的巧具，同时呢，就是传承上是给我们就是无形当中呢带来这个非常殊胜的这种这个加持和力量就是以这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呢，就是不得不升起真正的一些暖相，或者是这个慈悲心和智慧。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看看这个原文如果没有三家观察这16种无暇，就是前面吴光增讲的这个16种无暇，那么在当今这个乌烟瘴气的作舍，有些人表面上看呢，下面呢就是无不齐全，也持有修行人的这个外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这个无诸恶事的这样的这个时候就众生的见解也好，行为也好，都是越来越低劣，越来越就是下降，就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表面上看呢，好像很多人呢自己也是认为是这个我是已经就获得了真正的这个人生如意宝，就是觉得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表面上看呢，他自己也是这个出家人或者是居士，或者说是他早就已经皈依了，就这个肯定是修行人，就是自己也这样认为，别人也这样认为。然而，包括高高座上的这个大法王，金面山下的大上师，久居深山的苦行者，云游四海的这个摄者，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在内，如果已经落入了这些无暇之类就无暇之因的控制之中，那么尽管教入造作的修法，但终究不能迈入正道就这一段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这个观察的话呢，表面上看呢自己认为这个修行人有些人呢就是不一般的这个修行人不是一般的居士和不是一般的这个出家人，甚至一些就是高高法座上的一些大上师大法王大活佛以及这个大这个成就者就是他们自己也是认为我的这个一生呢，就是在众人的一种这个恭敬和瞻仰
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平时说的鲜花和掌声当中就是过活的，过生活的。那这样的话呢，我的修行肯定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很多人也是某某上师某某这个大上师的话呢，肯定是成就者，肯定是他是这了不起的，就是心目当中是绝对是他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可是如果我们真正上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就是没有详详细细的这个观察的话呢，所谓的这些大上师也好，就是在山盖下的我们汉地也有，这个藏地也有，就是很多这个上师的话呢，不管是迎亲的时候，平时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也有一些精密的这种山盖还有呢就是长期的是居住在一些深山里面有些是9年当中闭关就根本不出来，就是自己认为是我是多年的一种这个苦修者、修行者。还有一些呢就是运用四方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就经常呢就是这个优胜就是经常这个运用的舍弃一切世间说是的这种这个说是者的话，表面上看呢这些人真的修行很不错的，甚至有一些呢好像什么这个名为那样都是不需要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前往这个拉萨就是克托表面上看到这些非常好，可是如果没有详细观察的话呢，这些人的这个相续很有可能就是前面就是悟光尊者所讲到的这16种里面的有些呢就是被这个愚痴呢就是所这个束缚着，有些呢就是被贪心被嗔心释怀律仪释怀这个什么这个沙弥耶戒就是等等很多的这种这个无下的这个因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束缚了他的相续。既然这样的话呢，那他自己不要说度化众生连自己的真正的怎么说就是这个真法的还没有这个进入，没有迈入这个真法之门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我都真的有时候这样想的就比如说有些汉地也好，就有些居士非常恭敬就在那个时候自己观察自己的相续都是非常这个清楚，自己是到底是什么样。这些人也是很可怜的，我也很可怜的，就是确确实实经常就是这样想的。像这类事的呢，就是也许许多多的，只不过自己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发现而已。就是确实有时候就比如说这个住在这个僧团当中，这个戒律不清净然后呢就是住在这个就是法座上面，就是对这个僧众的很多事情呢就是安排不好。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来世肯定只有这个一条路，就是堕入这个恶趣，也许是堕在地狱里面、恶鬼里面、旁生当中这样的这种这个高僧大德就是堕这个地狱的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以前那个五台山志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人皮故，就这样的故事就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法爱和尚，法爱就是他已经建养20年了，20年，后来呢就是用那个僧众的这个财物就是他自己呢就是私下买了一块这个地然后买一块地以后，后来就把这个地呢就是给他属下的一个叫做明慧的这个弟子，然后呢就开始就让他这个用。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刚才这个法爱法师呢就是死了以后就转身做牛就是明慧呢就是让他在那里这个耕地用了这个30年。后来准备把这一头牛准备卖的时候呢，就是当天托梦就说是我以前的这个法爱法师，就是你现在呢最好是把这个田就是这个地呢就是用于这个僧众，然后我呢就变成牛就我的这个牛皮呢就是最好做成这个骨，就是用给僧众，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一块地即使变成残骸的话呢，我的业力还不能这个消尽。但第2天的时候呢，就是刚好那一头牛也是自己装饰了，然后他非常害怕，就马上把这个积极僧众，然后把这个田地这个处理，就是把这个什么就是那些呢就供养这个僧众就供养这个僧众然后这个牛皮呢就是做成这个骨，就是任何一个什么这个朝拜寺院，当时说是文殊殿里面就是好像这个骨呢就是放在这个文殊殿里面，就是叫这个人皮骨。
然后写上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老和尚的这个名字。那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到，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也是很多人就是值得这个尊重的就很多值得尊重的。那么那个时候自己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没有就是人生难得和这些业因果的观念，这样一个自己肆无忌惮的，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呢。那么这样的这个诗人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在那个高僧传里面呢，就是释德这个和尚呢，就是当时是刚开始的时候，风干禅师呢，就是他得到的，就是见到的，就是所以叫做是释德的。但后来呢，就是寺院里面就是在这个国庆是让他那个什么这个放牛就是放牛的时候有一次的话呢，就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众正在做菩萨的时候就是他把这个牦牛就是就是那些牛呢就是要过来了，牛要过来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和尚呢就是要求他赶出去，不要这个扰乱我们的这个现在僧众的这个做这样的这种仪式。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也就是这个说，就是他说就是那个就是的，就是当时说是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不放牛呢。然后他们寺院里面的人说是你这样不放牛的话呢，那你就整天都是除了这个就是吃饭呢，就是什么都不干嘛。然后是的，就是确实他是这个大成就者，就是也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化身，就是有很多历史上是这种说法。他说是就是如果是除了这个吃饭就是吃僧众的菜，什么的就是不闻思修行，什么都不干的话呢，那就是前途呢就是这个就做牛的就看你们这个寺院里面的就以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和尚和一些律师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变成这些牛。然后呢，就是当时什么这个弘庆律师广超法大和尚等等，就是很多都就是这些这个牛就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就是后来他要求就是你们喊每一个这个这些和尚的名字的时候呢，就是他会这个出来的，的确也是就是后来的这个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是当时是的这个。就是和尚呢，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前生不辞借人面而出行就是前生不辞借人面而出行，如今照此就怨恨于何人就怨恨于何人，就是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这个寄送，就是所以说就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对这个因果就很多方面就是真正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定界，就是所以那么有些人可能想到是不是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和出家人都是堕落的，一般的世间人不会堕落，绝对不是。一般的世间人的话呢，他们是更那个危险的有些居士和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恐怕平时的就是他们的那种这个修行的机会的，有些人是没有造的这个恶业的是更是可能可怕的。就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真正的这个人生难得的心在相续当中没有生起来的话呢，它牵涉到后面的这个来自生生世世的一些重大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就是一点点滴滴的慢慢去这个观察，就这一点很重要的。我都有时候像前面讲的是这个在什么这个18种这个现象就是无暇就是什么暇满的话呢，应该是就像我们这个小学生这个做作业一样的就看这个具不具足，那个具不具足，一的就是看观察我们所谓的修行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好像感觉不到什么，就是这就是说明你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专心。你如果真的是对佛法有着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华严仁波切给我们讲的每一个道理呢，我到底具不具足，一个一个的就是看，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我们现在有些人认为所谓的修行呢非要是只是闭着这个眼睛或者是看一个本尊，就是在前面有面有相的东西呢，就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尤其是我看我们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对这个释迦行的修行能力特别差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是修了，但有些人呢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感应，没有什么感受，没有感受的话，说明呢你的这个修行是表面上的一种这个形式了表面上的形式的话呢，你以后在这个修学的生涯当中的话呢，就是肯定是就是这个很容易变化就很容易呢就是退失这种信心。所以呢，我想我们
平时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一定要一种这个深入这个人心，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匆匆忙忙、草草率率，提前进入这个修行上的这个形象上的修法，而首先必须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自己的相续，看自己到底具不具足这34种这个下满的自信，是我们。刚开始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其实不着急不要这个匆匆忙忙的，一定要就是持一个这种现象的。我们这里有些道友就是出家的时候是特别这个着急每天都是吹比如说你要观察4个月，你暂时等一下，然后过了2-3天以后，可不可以我现在出家？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非常想出家，你早一点可不可以给我剃了？每天都是这样说，后来还2-3个月都还没有慢，就是实在没办法，然后已经剃了头发了。剃了头发以后就特别高兴，好舒服谢谢你真的，我现在没有头发我好可爱吗？认为是这个头发没有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我们出家人的一种这个现象。但是最关键的是你的内心当中呢，真正要升起这个定解，就是这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有些地方呢，就一直认为是就办个皈依证什么办个什么这个证书去个法名或者是做个一种这个仪式就是这些都是是一种这个仪式，这也是需要的。但是最根本的话呢，就你刚开始的时候呢，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就是外面的一些形象上都是不要紧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最关键的呢，就是这个详细细的去这个观察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下面这个18种和，还有呢就悟光尊者所讲的就是这个16种这个原理无暇。那么这些呢，就是看看就是具不具足自己再三的去这个观察所以我们现在。我非常希望就是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就是通过就是这次的这种引导呢，就是真的自己呢就是要认识得到以前的一些修行呢，就是只不过是心想而已的，而内心里面呢就是并没有完全的是这个法融入于心的这种感觉和外面的行为是完全是不相同的。我们很多高僧大德呢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你这样的这种人生难得的历练在心里面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他不会就是忙于这个时间的琐事，从他的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言谈举止也是完全就是可以显露出来他说的话也，他做的事情也，他平时的这个为意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后世和对真正的这个修法呢，就是相当这个重视的。其他的我们实践的一些，比如说看电视看电影就是看各种动画片那这样的兴趣对他来讲是绝对不会有的，这是完全是一种骗人的。看我们实践的一些节目就是对外面的种种的一些散乱的现象，对他来讲呢，这是不是就是非常有意义价值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要这个感觉得到就是感觉得到这个看到底呢，就是自己具不具足，就是要详细的观察。如果的确已经具足了上面所讲的，但这个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的确也是非常的这个困难。也许偶尔具足，但是长期具不具足，我们看上面的有些道理还是比较难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如果真正具足的话，那实在是就是值得这个高兴的事情，并且呢，诚心诚意、反复复的想，如今我已经获得了如此难得的下面人生，一定要不能就是白空耗，而必须要尽心尽力的修持正法如果看那个上面的所讲到的34种法，全部都一个人具足的话，那说明呢，这个人非常这个不错的。可是我们在座的道友们扪心自问扪心自问呢，就是看看自己观察过没有如果你以前没有观察的话，那从今天开始，你要真的去这34种法呢，就是与自己的相续意义的去对照这不是什么口头上说的就我也并不是自己从来都是不观察，就是给你们说不是这样的，以前也是观察过自己这个悟光尊者的那个30中观论的后面说是这个看到就是别人也什么什么，然后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呢也稍许观察过，就是对照过，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也是
这个不敢说就是很多的，但是少许呢也的确是这个遇到这个法门之后，一直到这个现在呢，就是经常这个观察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这个修行，你所修的呢，就其他的一种法门，那就是方向已经错了你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很难就出现一个真正的奇迹。因此看看就是这具不具足，如果具足的话要高兴，高兴以后呢，诚心诚意的还想我这么难得的这个人生这样的这种难得人生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要不能就是白白的这个空耗一定要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的确是从因方面，从这个比喻方面，从他的这个果方面、体性方面，相当的这个难得就是他的因呢，就是需要这个数清净的戒律呢就是才能得到的。他的这个愿呢，就是需要就是布施的，还要呢就是这个发愿。所以释经论师也说了，就是唯得三趣戒重要，唯离烦恼这个修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获得一个人生离开烦恼的话呢，首先是要有这个清净的戒律，没有清净的戒律，获得人生的善趣就绝对是不可能的。让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贪嗔痴无始以来的种种的这个身后烦恼要去除的话呢，一定要有这个修行没有修行的话呢，这个烦恼是不可能就是去开的有些人说是我烦恼太重了，怎么样？看到很多书，读了无数的金刚经，但是我这个烦恼还有嗔心，还有贪心，还有为什么是？这是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原因。我们如果真正修行的话呢，相续当中的烦恼绝对会这个就是离开的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因为这是这个相位的法，就是我们或就非常猛盛的时候，这个寒微小的寒冷呢，会就是远离的，就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这样的这种难得的这种机缘呢，依靠这个清净的戒律和依靠这个心行当，就是才能得到的就是中观应该在《宝满论》里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心离无暇就是有心离无暇，一切圣善趣就是有了这个心性以后呢，就是才可以远离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佛法无暇，就是没有这个实践这个空行修法、空闲修法的这种违缘呢，就是可以迁除的。然后有了戒律的话呢，将来也是我们可以这个转生到善趣当中。如果心性也没有，戒律也没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世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转生到这个善恶趣当中去的。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就是的确也是自己就不是口头上说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发自内心的对真法有一种这个非常强的这个意了，这一点很重要。华智仁波切也说了，真法呢就是在自己的身边，不用在外面这个修。我们有些道友的自己的这个修法始终是不能这个成功，有到那个场是哪里去，有到这个场是哪里去，或者今天在这个寺院里面求法，明天到那个寺院里面去，我都有时候想就听到他们有些人的故事的时候，自己这个心里面默默的这个我笑着我为什么笑着呢？这个人不管是到哪一个城市哪里去的话呢，就是他肯定没办法修成的，因为我知道他自己呢，就是没有打好基础，也没有呢，就是向内观这个修行，而是一直发在这个外面这个求就是一直外面求的话呢，那就是得不到的。其实法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居住的，看你能不能自己下功夫，就是修成呢，就是依赖于是自己的就是的确是这个人生难得什么，你下了一定的这个功夫的，再过几十年以后的话呢，你的修行是肯定稳定的。你修行长期稳定的话呢，没有就是修法是不成的。但是因为有些人呢这个修行呢就是一直是这个马马虎虎的，就是修了一点点，就是有中间就是断了。我们做任何一个实践的事情也是，你没有这个耐心，没有恒心要做的话呢，这件事情也是完成不了的。所以说呢，尤其在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断传承或者说是这个不愿意修行的话，这就是所谓的魔障。以前莲花生大师对这个空行母一系作者说的一个最殊胜的教言的话呢，他说凡是对这个修行呢就是做障碍的呢，就是魔障就是这个是我们不论是在内心上面就是做障碍也好，对外面的这个一些因缘上做障碍呢，凡是你的这个修法呢，就是有一些障碍的，这就是魔障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听一个传证，一个人说我就离开这个地方，就是如何就是这个法就修不成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魔障。
我们有些人认为的魔障的话，那是不是做个噩梦啊，或者是非常可怕的魔了，哇就出来了，这就是真正的这个魔啊。如果没有的话呢，你看这个导游对我那么的这个关心呢，打电话里面的这个声音都是那么的亲切，就是他绝对不可能魔障啊。那个上司呢，就是声音都是那么的这个慈悲啊、可爱，听到以后的是3、4天当中都是不用这个睡觉啊，就心里的是非常的舒服。好快乐啊！这个上司我有时候闭着眼睛的是他的笑容浮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内心当中是非常的乱和。这种人也实际上是你的这个修法真正是起了一种这个维远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你原来这个所修的话，那就如果起了一些维远的话呢，这就是不管是什么现象，按照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魔障所以道友们应该这个经常这个谨慎假使这些这个还没有这个具足就上面所讲的这34种法是没有具备，就应该想方设法就是全力以赴的使它就是自己具足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看就是前面的里面的有些这个不具足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想方设法的具足。想方设法这个具足，随时随地务必要集中精力来观察自相续是否具足此当下面的功德就是就是不是1天2天就观察就可以了随时是的有生之年当中呢，我们经常就是观察很多老修行人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榜样他的这种修行呢，并不是有时间或者是有这个环境的这个固定呢。比如说他在这个深山里面的时候呢，他每天念的功课，每天修的法呢，又是多短的。如果他到城市里面去的话呢，也是他修的法呢，就是不会间断的。如果他去医院里面，他去任何一个环境的话呢，环境和时间对他来讲是不会有影响的。可是我们有些道友你在这个寂静的山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很不错的就像是真的是就是这个什么玻璃做的这个阿罗汉一样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稳重，就是很好的，就是如如不动的。可是你到了这个城市里面以后呢，好多天的是你的功课都没有做就是很多人这次出去你自己想一想就我们原来要求就是每天都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我们每天所念的是我们的这个功课就前和的发菩提心这些道理。可是你们，我听有些人呢，就是好像念3天当中。好几天当中都是根本没有这个诵经，就是那肯定是说明你的这个环境对你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这样一来呢，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很精进就说实话，就是我都很喜欢呢，就是有些这个修行的话呢，不受什么这个环境和这个时间的影响，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一样的，就是自己无论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就是坚持自己的这种这个修行就是这叫做是真正的这个有恒心就有耐心。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番观察就详细观察，那么就算是这些下面的功德之中，只有一种不齐全，也不具备真正修行妙法的这个缘分我们上面所讲的16种法里面的，如果没有详细观察，那可能不知道；一详细观察之后，如果其中的一个因缘不具足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的大法就是绝对是不可能具足的比如说。一个开车的话，那就是其他的因缘全部都具足了，但是他的这个前轮就不行的话呢，那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技术实际的技术也是很好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因缘全部都具足，或者是汽车的这个油没有的话呢，机油没有可以吧？机油没有也不行，我不会开车。所有的车都要机油吗？不要说。开过车的人。你开过车没有？想不想开车？为什么？好，
这样啊，刚才讲的，甚至成本指示数当中，眼前的一件频繁的消失，也需要许许多多的因缘缘起聚合。而作为长远目标的修行正法，有这么不需要记住众多的因缘缘起聚合呢？就我们知道，就实践当中啊，刚才我顺便说的一样的，就是真正是一件非常小小的一些事情的话，它的这个因缘缘起没有记住的话，那这件事情只有放下来，就没办法的啊，如果实践的一般的趋吉消失也是这样的话，那更何况说是我们就是重大的承办自他而你的修习佛果的这样的这种大事的话呢，怎么不具足这个需要一些这个因缘呢？所以现在有些出家人、有些修行人呢，他的这个修行不成功的话呢，就是因缘不具足。因缘当中的话呢，就最主要是这个人生难得的。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就是34种法，这34种法呢很关键啊。就是大家平时呢，应该详详细细的观察啊。如果其中的一两个不具足的话，那可能是你的这个修行的因缘呢，就是会断的就没有必要就是到处都去打卦算命啊。为什么我修行不成功？我最近一直修不下去，一直联想不出来啊。我的这个本尊还没有见到啊？为什么？就是到处都去问，东问西问，没有必要的。你看，肯定是在这个前面最关键的人生难得当中是出问题的。如果这里面没有出问题的话呢，那你这个修行就绝对是这个顺利的所以我们有些的真正做事的这个窍诀啊，就是还是要这个了解，就了解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他这里说，就是从实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就是说明。打个比方来说，一个人在途中烧茶而需要呢就是具备这个烧茶的茶器、水，还有这个火档许多的这个因缘。这是主要是以前的一个怎么说啊？就是古代的，就是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用的一种这个生活习惯吧就是平时这个过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实践人的话呢，可能这个汉地没有这个烧茶，就是这种说法。他这里所谓的烧茶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我从这个色道到这个杆子，从色道到杆子的话呢，以前都不可能就是乘车啊，就是坐飞机啊，就是不可能的。然后一般是走路或者是这个骑马就是去的。那么这么遥远的路呢，就是我中间肯定要这个休息啊，肯定要吃中午饭。那么吃中午饭呢，就中间停下来开始烧茶。他这里路上为什么要烧茶呢？就是说是烧茶，实际上呢就是中间就是停留着是吃饭。就像我们从这个色道就是开往那个马尔康的这个车或者成都的车的话，那就是路途当中呢就是停下来就是吃饭。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一般就是古人的话，那就是读书上就是带着这些这个火器火，还有这个就是火绒啊，就是这些。那么这个时候的烧茶呢，就是需要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因缘。其中单单的生活也是一样，必须要记住火水或是火绒当许多因缘。如果其中仅仅是火绒不具足，就算是其余的用品样样齐全，也是无济于事。只好呢，就是从这个根本上就是放弃这个烧茶一事就是从根本上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的刚才你在这个路上呢，就是烧茶，就是水也有了然后那个你所需要用的那些食品呢，就是全部都有了。但是要这个生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火呢，还是要按照这个古代的这种生活的话呢，就是火绒、火什么这个火石还有这个火铁就是这3种必须要这个具足的。我以前也是就是说过，就是一般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的是，就是藏地很多都是用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火石呢，就是小小的一个白色的这个石头，然后那个火绒呢。就像我们现在那种都是经常就是有那个就是白色的一种这个草就是草花，那个草花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晒干，就是晒干以后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揉成一个非常软的，然后这个呢就古人呢就是一般装在这个口袋里面，就是然后需要的时候呢，就是你把这个火铁拿来，然后这个小小的那个白色的石头上呢，就是加一点这个火绒，然后呢用那个就是这个火铁呢就是进行给它就是摩擦就进行摩擦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火石与这个火铁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散发这个火星，然后这个火星呢落到这个火绒上，火绒上的时候呢，马上冒出烟烟，冒出烟烟的时候，你把它夹
在这个抄里面或者其他的智商的话，那就是马上就开始这个出现。然后华智仁波切按照当时的这个生活来说，作为一个中间路途当中啊，就是停顿，然后就是烧茶，就是做饭。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如果其中的这个火绒没有了啊，就火铁和什么这个火石都有了，但是火绒已经用完了，或者是没有了，就是或者是下雨了以后的话，那就是火绒就经常的是潮湿，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小小的火星就是怎么样落到它上面也是不会就是燃起来的。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呢，因为只有一个小小的火绒不具足的原因呢，就是这件事情就完全要放下来了，就没办法不能成功。同样的道理，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上面所讲的这34种法呢，就是好像是不一定很重要的，但是其中的，比如说这个毁坏戒律啊，毁坏誓言呐，或者说是这个烦恼就是粗重就烦恼粗重的话呢，你看在一个团体当中本来好好的这个修行，后来这个人烦恼特别的粗重，跟金刚道友也不合。就自己开始发脾气，就离开了。就是从此之后呢，因为这一个因缘呢，就是整个他的一生当中的人生难得也好，就是后面的一层层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全部只好放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人呢，就没有去观察。一观察以后呢，很多人呢，就是自身的这种经验和别人的这个身上呢，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是这些因缘当中的其中一个不具足呢。这个修行呢，就是不会这个成功的，就这一点一定要就是搞明白，就是同样的道理。假如这些伽曼的功德当中，仅仅是一种不具足，那根本不具备真正这个修法的机缘了。真正这个修法的机缘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确实是非常这个可惜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应该就是人自由自在的时候，居住这个顺缘了。在这个时候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在将来就什么时候有这个因缘我都经常就是最喜欢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特别喜欢这个月称论师的入中论里面的一个就是寄颂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若是自在什么诸孙处舍者不能自舍者就舍者不能自舍者多罗现处随他转何以何因从彼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自由自在，一切顺缘具足，这么好的这个因缘的时候呢，不能以政治正念来摄持自己的根本，调伏自己的这种烦恼，而仅仅这个修持如果我现在这么好的这个人生当中没有好好修持的，将来我堕落到这个旁生当中或者说是这个地狱恶鬼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有什么因缘呢从中拔出来呢？一点就是这个把握度是没有的有时候真的用这个角度来就是反复的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的确是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道友就是还是有这个顺缘。有些人虽然说我太忙了，我太这个如何，其实我们只要去珍惜的话，那就是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珍惜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生过得特别快。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人生难得一世二一世，光阴呢就是一往而难追。就佛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人生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其实这个也很容易这个消失的，就一瞬间就开始这个到了一些这个衰老的这种时间呢。而光阴呢，就是也是很容易这个就是散失，就是很难以就是追到的。当你真正是人生就是做错了，或者说是造了这个恶业的话呢，那从中这个恢复的话呢，相当难得的。梵网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就是一失去了这个人生以后的话呢，那前万劫当中也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这个恢复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要依靠这个善知识的教养和这些这个圣者们的这个书生的这个窍诀然后自己呢就是应该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自我这个挽救的这种心态，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是观察，看要不要修行这个人生难得。如果不修的话呢，真的是表面上听了一下还是不行的就是光是听了一下。听跟修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了知跟这个修行而感受呢，就是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这些差别呢，就是分别开来，然后自己呢要去实地修行。好，今天讲到这里。
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ne de jana p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rangara badna sadorda bandrangara badna sadorda bandrangara badna sadorda